虎啸山林，万兽臣服。这他妈叫虎啸山林？凤舞九鸣，烈焰焚天。这他妈就是修仙界的斗法，太强了！赵师兄画的老虎越来越有威力了。是啊，你听刚才那声怒吼，简直直击灵魂。那只神凤也不差呀，居然能跟赵师兄的猛虎打得难解难分。形神兼备，不愧是夺冠热门。此子若入内门，必有一番大作为。这位师兄，你们管这叫虎？这分明是只橘猫啊！哼，哪来的土包子，这都不知道？上古画道断层至今，世间早已无人见过真正的妖兽图谱。我们画兽重的是那一缕兽性轮廓，你看看那圆润的身姿，那四肢着地的稳重，这可是赵师兄翻阅了10部残卷才拼凑出来的百兽之王骨架。这幅画已经隐隐有了虎之形态，这可是无限接近泼墨镜的实力。就这画技还修仙，放我们那儿连幼儿园大班都毕不了业。我算是明白了，这个世界的画道传承断层了，他们只能画出一个极其抽象的概念轮廓，还深信不疑。赵猛胜，晋级下一轮。狂蟒之灾，玄武霸体。Yes。这都什么跟什么？第97组，苏沫对战李四。到你了，废物，赶紧上去认输吧，别丢人现眼了。我脑子里可是装着华夏5000年的完整文化图谱啊，不就是画画吗？老子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。苏师弟，你连年落选，灵力微薄，还是直接认输吧。苍狼吞月。好可怕的苍狼！李师兄这头狼已经隐隐有笑月之势了。原主这灵力极小，如果按以前的画法，肯定画只残缺动物就消散了。但现在不就是画兽吗？你画狼，那我就画个能克制狼的。去！那是什么画兽？没有听说过这种外形啊！难道是上古遗种？好恐怖的威压，连李师兄的苍狼都直接溃散了。好霸道的吞噬之力！斗法吞噬反哺虽然是常理，但寻常画兽就算赢了也是惨胜，能吸收对方1-2成的残存灵光就算不错了。他这头画兽竟然是以绝对碾压的姿态，将对方的灵光10乘10的吞噬殆尽。老夫生平仅见。苏沫胜，晋级下一轮。原来在这个世界，除了苦修打坐，斗法赢了就能名正言顺的吸别人的。别人画的都是残疾动物，打赢了也是惨胜，但我画出来的可是食物链顶端的真猛兽啊！自带绝对压制，打他们完全是无伤秒杀，完美吸收。苏沫，发什么愣？赢了就赶紧下来，别耽误下一组比试。如果打一个能升1小级，那我如果打10个呢？但我刚突破到执笔境中期，灵力值还是太浅。如果一次性画出碾压10个对手的猛兽，恐怕画到一半就被吸干了，得先找几个落单的经验包垫垫肚子。苏师弟，你刚才画的那头野兽到底是什么？关你什么事啊？哼，我亲眼看到了，你的画兽吞了李40乘10的灵气，这种强盗般的吞噬效率，若是让长老知道，你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把你的作画技巧交出来，只要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画出那种奇怪猛兽的，我就替你保密。赵师兄，你脑子是不是有坑？你连老虎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我怎么教你？教你把猫画得更胖一点吗？好得很。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咱们走着瞧。希望你第2轮别遇到我，否则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画道正统。一个赵猛加上他那几个跟班，等到了决赛圈，凑齐了一起刷，来个1挑10，修为绝对能迎来一波大爆发。画狮子抽干了全部灵力，必须找一种消耗小但杀伤力或吞噬能力极强的生物。画龙估计连片龙鳞都画不出来，画大象太耗墨了。平头哥体型不大，对灵力的消耗绝在承受范围内，但他的战斗力和防御力绝对是单挑利器。就是你了。下一组第2轮选拔，苏沫对战王麻子。苏师弟，咱们点到为止啊。好说好说。开始。狂蟒之灾！这是什么东西？舒服。苏沫胜。此子的画风
极其诡异。他画的兽为何都如此真实？不仅真实，而且似乎天生克制其他画兽。如果能搞到他的作画秘诀，苏沫，你别得意的太早。经验包们，准备好迎接真正的降维打击了吗？恭喜10位弟子晋级。画土狗的李四淘汰了，可惜王麻子的瞎眼蛇也没进前10，少了一笔经验。现在剩下的这几个，灵力波动都不弱。赵师兄，那小子不过是运气好，画的野兽恰好克制王麻子他们罢了。真要遇到您的虎啸山林，肯定原形毕露。哼，那还用说？等会儿如果在擂台上遇到他，我会让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画道正统。哦，是吗？苏沫，你来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就是觉得一个个打太慢了。选拔赛都进行3天了，大家都挺累的，长老们也想早点下班回家吃饭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长老，弟子苏沫请求更改比赛规则。苏沫，你想改什么规则？回长老，弟子觉得1对1淘汰赛太浪费时间。既然这9位师兄都对我的画法不服气，再加上台下那个刚才骂我废物的，凑个成，我要打10个！疯了吧？还有1条10？那9个人可是这次选拔赛最顶尖的高手，赵莽师兄更是半步泼墨镜，加上个凑数的也是10个人啊！就算他画的野兽再诡异，也不可能同时对付10只画兽。苏沫，你找死！苏沫，画道对决不可儿戏，你可知1挑10意味着什么？你的灵力池根本支撑不住。长老放心，开玩笑，10个经验包聚在一起，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。如果不把他们聚起来，一波 A 了。万一待会儿1对1，有些人看情况不对，直接认输了怎么办？那不就白白损失了吞噬灵气的机会？弟子既然敢开口，就有把握。好，既然你有此胆魄，本座便成全你。若你能胜，这圣子预备役的头衔便是你的。其余10名弟子上擂台。苏沫，这是你自己找死，怨不得我们动手！杀！哼，就这。完了，苏沫死定了。面对10只画兽的围攻，画平头侠或者狮子都已经不够用了。我需要一种在体型和力量上能形成绝对碾压的生物。对付你们这些花里胡哨的残次品，只需要最纯粹的质量碾压就够了。这到底是什么异兽？我的冰霜巨熊连他的毛都抓不破！废话，他体型再大也只是死物，大家一起上，咬断他的腿！行了，别玩了，踩死他们！好撑，10只处于知彼境中后期画兽的灵力叠加在一起，简直就像是决堤的洪水。他突破了！就算斗法能反哺灵力，但他居然能同时将10只画兽的残余灵力吞噬得干干净净，这是什么邪魔外道？他的画卷没有一丝邪气，那是纯正的高维度对低维度画作的绝对碾压。因为实力相差太大，对方的画兽连互相消耗的资格都没有，就被瞬间秒杀，所以灵力才没有丝毫流失。他的画兽比我们所有人的都更见真实。赵师兄，多谢你们10位送的经验包。下次如果还想来找茬，记得多带点人，10个真不够我升下一级啊！你到底画的是什么怪物？大象啊，没见过吗？放屁！大象哪有长那么多毛的？哪有那么长的牙？没文化真可怕，那是猛犸象，冰河时代的霸主。算了，跟你解释你也不懂。苏沫，上！猛犸象虽然好用，但体型太大，太耗灵力了。刚才如果不是有那10个经验包回血，我根本撑不到他踩下去。决赛的对手是那个外门第一天骄林兰，听说他已经摸到了泼墨镜的门槛，画出的野兽几近真实。对付他，光靠体型碾压可能不够了，得找个在生物链上绝对克制他的东西。林兰画的是玉角鹿，大象虽然能踩死一堆弱鸡，但面对这种极其灵活的食草猎物，就显得太笨重了。一旦打空，
以我现在的灵力储备，根本撑不到第2回合。这副鹿还得是专业的食肉动物。荒唐，简直是荒唐！那个苏沫在擂台上公然将10个同门的化兽灵力吞噬得一干二净，反哺虽然是常理，但谁能做到10乘10的完美吞噬？此等贪婪霸道的行径与魔道何异？依我看，应当立刻褫夺他的比赛资格，逐出宗门。刑罚长老严重了，化兽交锋本就是灵力的碰撞，大家平时斗法只能吸个1、2成，是因为化兽实力相近，互相损耗。苏沫能完美吞噬，只能说明他的化兽对其他人形成了碾压，何来魔道一说？一口吞了10个人的化兽灵力，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？这恰恰说明他的化道天赋极高。你们难道没看出来吗？他画的那些野兽，透着一股现有化道体系中极度缺乏的真实。够了！苏沫的画法确实诡异，但传功长老说的对，他的画卷中并没有魔道的血性和怨气，那是一种极其纯粹的、属于天地自然的气息。大长老的意思是，明日的决赛，任何人不得干预。我要亲眼看看他面对琳琅时还能画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东西。找到了，论爆发力、咬合力以及对付大型食草动物的专业程度，没有谁比他更合适了。体型不需要像猛犸象那么大，保持它最完美的流线肌肉即可。这样不仅能节省大量的灵力，还能将它的敏捷和爆发力推到极致。猛犸象虽然好用，但那纯粹是体型碾压，对灵力的消耗极其恐怖。白天能成功，全靠那10个经验包临时反哺。明天对战铃兰是1对1单挑，我只有1次出手的机会。所以，明天的话不能追求大，而要追求精和绝。不需要画出他身后的丛林背景，那是浪费灵力；不需要画出多余的动作，只保留扑杀猎物时那最致命的一击。这就是所谓的好钢用在刀刃上。这难道就是跨入泼墨镜的门槛？你们说，今天谁会赢？废话，肯定是林兰师兄。他半步泼墨镜的修为，画出的玉角鹿几乎能以假乱真。那苏沫就算再诡异，也不可能打得过林狼师兄。那可不一定。苏沫昨天那一头大象踩碎10只化兽的画面，我现在想起来还腿软呢。苏沫，你的那些旁门左道到此为止了。今天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化道天骄。大家时间都很宝贵，长老们还要赶回去吃早饭，赶紧的吧，把你的鹿放出来，我赶时间。狂妄！既然你急着找死，那我成全。点翠乃我师尊所赐，今日便用它来终结你的神话。不愧是林兰，这运笔的流畅度已经隐隐摸到了泼墨镜的门槛了。它的意义已经成型，苏沫那种靠体型蛮干的画法，恐怕要吃大亏。还会说话却仙文提升，这是画兽快要成精的征兆啊！玉角鹿，这就是林师兄的底牌。据说这头玉角鹿不仅速度奇快，甚至还能听风辨位，感知杀气。苏沫昨天那头笨重的大象，根本连他的毛都摸不到。苏沫，看到了吗？这才是化道，是赋予死物以生的无上大道。你那些只知道用蛮力的怪物，在我的玉角鹿面前，不过是笨拙的死物罢了。有一说一，画的确实挺像的。对于一个没有见过真正动物世界的异图来说，能把鹿的警惕性和细节表现出来，林兰确实听得上天才。不过，你是不是对生态圈有什么误解？什么圈？我的意思是，他在画什么？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灵力波动？这不可能！我的玉角鹿怎么会害怕未出圈的化兽？这是什么怪物？这才是虎吧？那赵某师兄画的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太可怕了！我光是看着他的眼睛，感觉魂儿都要被吓飞了。玉小鹿，好，用你的速度拉开距离。这不可能！我的玉角鹿怎么会下跪？哼，想跑？你的鹿画的不错，可惜在绝对的食物链面前，食草动物画的再逼真，也只是高级一点的外卖罢了。彻底完了！现在我懂了所谓的生态圈，这是我无法理解的认知碾压。好可怕的百兽之王！青云宗这次真是捡到至宝。
苏沫胜！赢了！苏沫竟然真的赢了琳琅师兄！什么苏沫？叫苏师兄，他现在是外门第一人了，太可怕了！那玉角鹿都被下跪了，我现在严重怀疑那是只肥猫。本届外门选拔正式结束，第一名苏沫。按照宗门规矩，苏沫不仅直接晋升内门弟子，更将获得圣子预备役头衔，享受内门核心弟子待遇。希望不要辜负了这块令牌。弟子明白，多谢大长老。圣子预备礼意味着更好的修炼资源、更多功法秘籍，还有更高质量的经验包。听说了吗？外门出了个怪胎，化死无生劫拿了绳子预备役的头衔。一个靠奇迹阴桥取胜的废物罢了，化兽不化活，终究落了下乘。等他到了内门，我会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化道底蕴。没错，圣子预备役的名额何等珍贵，他一个外门刚上来的土包子，也配和我们平起平坐。明天他来内门报道，咱们就给他准备一份大礼，让他认清自己的位置。希望内门那些师兄们的化兽能比外门的好吃一点。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内门，开启我疯狂刷级的新旅程。哟，这不是我们那位靠着画死物大出风头的外门第一吗？听说你一幅画就下跪了琳琅的玉角鹿。外门那些废物没见过世面，被你几只大体型的死物唬住了。到了内门，我劝你还是夹着尾巴做人。就是圣子预备役，你也配？化兽不化魂，终究是下乘。你那套奇技淫巧，在内门根本行不通。12个人，我正愁进了内门，不知道去哪找高级经验包呢，这就主动送上门来了。执笔境巅峰的灵力池虽然比之前大了很多，但想要突破到泼墨境需要的灵气简直是海量的。眼前这12个内门弟子，修为最差的也是执笔境巅峰，大部分都是泼墨境初期。这哪里是拦路虎？这分明是12个金光闪闪的高级灵气大礼包啊！这位师兄怎么称呼？哼，内门李轩。哼，李师兄是吧？既然各位师兄觉得我这个圣子预备役名不副实，那不如咱们按修仙界的规矩吧。新晋圣子预备役苏沫，求各位师兄指教。好胆，刚进内门就敢挑战老弟子，你以为这里还是外门那个小水坑吗？既然你找死，那我今天就教教你内门的规矩。等一下，怎么现在知道怕了？晚了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大家时间都很宝贵，既然你们都不服气，那就别一个个上了。规矩照旧，你们12个一起上吧。你找死！既然他想死，成全他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。动手！12个高级经验包。得找个能一次性吃下这么大灵气，又绝对不会被群殴打断的家伙，就决定是你了。死吧！无需精细刻画，凭脑海影像全力回收。先是白垩纪重装坦克三角龙，攻防皆是陆地巅峰。这是什么怪物？内门弟子经验包，品质远超外门。李师兄，多谢款待。下次如果还想教我规矩，记得多叫点人。12个真的不够打呀！这是怪物！
12人便能连升2级。内门500多弟子，若是全部切磋一遍，正好可以办一场奇葩画兽展览会。3天疯狂切磋，修为稳入泼墨镜后期。苏师弟，你未免太狂妄了。狂不狂妄，打过才知道。陈师兄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赶着回去睡午觉。狂徒，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内门真正的底蕴。布阵。哦，合击阵法。呼！太强了！是陈飞师兄他们的成名绝技4象融合兽，龙头、虎身、鸟翅、龟壳，这防御力和攻击力绝对堪比点睛镜。这特妈是4象融合兽！那龙头看起来像个长了角的蜥蜴脑袋，那虎身依然摆脱不了橘猫的圆润感，那鸟翅像是从哪只掉毛的野鸡身上硬生生拔下来插上去的。最离谱的是那个龟壳，套在橘猫身体上，就像是给猫穿了一件不合身的小马甲，勒得它连路都走不稳。这分明是重度基因的变异的拼接怪啊！长得虽丑，但15人灵力叠加，这波经验包很丰厚。陈师兄，你们这拼接怪看起来挺扛刀的，正好我今天想试试一种新的画法。哼，他难道想靠速度取胜？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速度没有任何……哼！像是《山海经》上古4大凶兽之一，性情残暴的远古异兽穷奇。苏沫，你是灵力耗尽了吗？竟然画出这么个长着刺猬毛和翅膀的老虎，这种胡乱拼接的四不像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。唉，看来苏师弟前几天灵力透支的太厉害了，今天终于不行了。体型不大，但咬碎你们那个乌龟壳足够了。去吧，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上古凶兽。都死！踩碎他！这不可能！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死定了吧！那只凶兽绝对被撞碎了。他才是融合兽的灵核，快断开连接！15个泼墨镜修士的灵力总和，给我破！泼墨镜后期，泼墨镜巅峰，点睛镜半步，画出来的东西开始具备一丝真正的神魂。15个，果然大步。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术？陈师兄，这不是妖术，这是《山海经》。什么经？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下次拼装怪兽记得找个正统神话体系的。乌龟壳靠在猫身上很影响发挥。还有谁想切磋？没有的话，麻烦管事阁师兄帮我截一下他们输的灵石。外门楼休要猖狂！是内门排名第3的林景宇师兄，专修飞禽画道的点景镜初级高手。苏沫，你的走兽画的再好也是泥潭蝼蚁。今日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天空霸主。飞禽？巧了，我正愁我的猛犸象和三角龙不会飞呢。苏沫，你的画兽在陆地上多无敌，在绝对高空优势前也只有挨打的份儿。烈风，杀！林景宇师兄可是内门前3，这是降维打击。降维打击，你们对这2个字有误解。既然喜欢玩空战，那就陪你玩玩。我需要纯粹的体型、恐怖的翼展，以及统治白垩纪天空的绝对暴权。去！这是什么鸟？连毛都没有！不可能！怎会有如此丑陋庞大的飞禽？烈风，用锋刃绞杀！上，撕了他！
点精进，画龙点睛，赋予神魂。从今天起，我画出的东西不再仅仅是躯壳，点精进成。灵动七法全是废话，只讲怎么把眼睛画得像，这完全是本末倒置。难怪画到断层严重，连骨相气质都不懂，画得再像也只是个高端充气娃娃。年轻人口气倒是不小。点精进后期的感知，竟没察觉这干瘦老头如何靠近的。前辈是我在这儿扫地的糟老头子，刚才听你说充气娃娃，那是什么稀罕物事？前辈听错，晚辈意思是这些法门只重形不重神，画出来的人没灵魂。你就是那个画大象怪鸟，把陈飞他们当猪仔的苏沫？正是晚辈。你的画我看了，形神皆似，带着不属于这世界的蛮荒凶戾。但兽必就是兽，画兽画的是本能，画人画的是不屈的意志，画到巅峰在人。我沉浸在生物学降维打击的爽感中，却忽略了这个世界本质是修仙，修的是意志。前辈教训的是，晚辈来此正是为了寻找突破血意境画出人的契机。连点精进的意都没摸透就想画人，虚空成画，小把戏。你既然说古籍不对，那你画个人给我看看，瞧瞧你口中的灵魂是什么。好，展现逆天而行，震撼天地的气节。绝世武将，武圣关云长，有他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仿佛有什么被抽空了，好强的反噬！失败了吧？你以为知道长相兵器就能画出来？你懂他为何挥刀吗？懂他的信仰吗？懂他的执念吗？只有信仰执念，画出来的永远是空壳。回去好好想想。晚辈受教。苏沫，滚出来受死！内门首席大弟子楚狂人，他出关了。楚师兄闭关3年，画传说中的护法金刚出关了，太好了！终于有人能收拾苏沫这个变态了。画关云长失败，心情不好，正好拿着沙包发泄验证一下意境。你就是苏沫？是我来找我算账的？你也配？被一个靠画大象死物的横扫，简直是青云宗奇耻大辱！今天当着全宗面废了你，让你知道内门天有多高！废话真多，要打就打，我还赶时间回去悟道。狂妄，受死！去！赤炎深渊，点精进终极凶兽。一夕武宗大阵破了！算你运气好，待击退外敌，再来取你狗命！狂人退下，大敌当前，内斗取消。大招！青云宗护宗大阵不过如此。血魔宗是死敌血魔宗的人，宗主厉天仇亲自带队。厉天仇，你敢撕毁100年停战协议，攻打我宗山门！今天本座不仅灭你青云宗，还要拿你们所有人的精血祭炼我的无上血图。大长老给了我圣子预备1令牌，让我有了刷经验的资格。打断别人顿悟就算了，还跑来砸场子。接万寿朝宗阵，御敌！一群畜生也敢称宗！是血魔宗镇宗之宝万血图。
人，他画出了人，是已经禁忌领域，完了！杀了他！别停下，把活物全清理掉！大长老刚给我发了牌子，你就把他杀了。你把我的经验包当什么了？连井井蝼蚁也敢挡老夫的刀，破碎他！苍发阁老头的话，你以为知道长相兵器就能画出来？你懂他为何挥刀吗？懂他的信仰吗？懂他的执念吗？没有信仰执念，画出来的永远是空壳。我懂了，不是为了杀戮，是为了树无益。这些人是我认可的经验包，毁我立足之本就是触犯底线，这就是我的执念。用刀，华夏突破里把刀用到极致的，有一位恰好为了义字挥了一辈子刀。今天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画人。画着一笔凌厉如绝地外线，整个人像被抽空。在残画阁失败过，这次绝不能再失败！装神弄鬼，给我死！这是什么怪物？不，我的刀可是无敌的，杀了他！关公面前耍大刀，蠢货！查表卖首之徒，这就是画人，这才是真正的画道神魂呐！没文化真可怕。他叫关云长，是来教你做人的。关某刀下不留活口。某去也。写意境，成。到底用了什么妖法？楚师兄，刚才不是说要废了我吗？我是说，别杀我！杀你！脏了我的笔。楚狂人道心破碎，就此沦为废物。血魔宗全军覆没，方圆万里再无人能威胁青云宗了。那位劫持山门的太上长老力战重伤，好在性命无忧，正在后山休养。老朽代青云宗上下谢苏圣子救命之恩。拿了玉璧的牌子，总不能看着你们被宰。苏墨从今日起便是我青云宗唯一圣子，见圣子如见宗主，拜见圣子。一刀秒杀血意境杀戮傀儡，一刀斩杀血魔宗主，这等战绩，放眼整个大前帝国，也是前无古人。宗主，帝国皇室的使者还在山门外候着呢。皇室使者来干什么？来送经验包的。苏圣子说笑了，是来送帝国大笔请帖啊！若拔得头筹，不仅获丰厚赏赐，还能进传说中的皇家画林参悟3天。不过我们青云宗已连续3届没进前50了。皇家画林那些破石头不感兴趣。百钻天骄齐聚也找不到对手，内门弟子的画手连塞牙缝都不够。如果去皇都把全天下宗门天骄揍一遍，那得是多少经验值啊！好，这请帖我接了。宗主安排一下，明天一早出发去皇都。苏圣子亲自带队，有您带队，争第一也不是没可能啊。当然，我不去，谁负责收割，谁负责为宗门争光。如果点睛镜是赋予神魂，血印镜就是将纯粹的意境即将成为斩碎一切的力量。三国名将已画出武圣关羽，接下来白袍银甲手持银枪的年轻将领。青云宗乡巴佬，这片航线我玉龙宗征用了，实心内滚下去，否则连人带船给我的龙当点心。刚出门就遇到送外卖的玉龙宗，一国排名前3，掌握上古龙族残破画谱，内门弟子能画出一丝真龙血脉的画兽。完了，还没到皇都就遇到煞星。这位玉龙宗师兄怎么称呼？你也配问我的名字？看你连像样灵力波动都没有，青云宗真没人了，派个杂役带队。哼，突破血意境灵力返璞归真，外人根本看不出深浅。杂役无所谓，我好奇你说要连人带船给你的龙当点心，怕了，睁大狗眼看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力量。去，玉龙宗竟能画人了！这是玉龙宗耗尽10年复原的上古画人残谱，蛮荒弄世，巨斧能劈开山，乡巴佬拿什么挡？不好意思，突然想起句老话，鲁班门前弄大斧。什么鲁班？什么大斧？听不懂没关系，总之你在我面前玩斧头，纯属找虐。好我。专玩斧头的祖宗是吧？造东西的绝对祖师爷战国鲁班，区只会抡斧头的蛮子，在内爷面前算什么？画个老头子送死，
就这，鲁班大师，对面那位的卷头符耍的不错，想请您点评一下。斧刃开得太钝，握柄太粗，重心全偏，这种玩意儿也配叫斧头？李氏，击碎他！什么？那是什么妖术？妖术，这叫墨线，含直线用的。连这都不认识，你们造东西不用墨线？谁给你造东西？李氏起来，用全力！给我死！这不可能！造东西不是越大越好，木头用错，斧柄承受不住斧刃。你用的是铁梨木，硬度够，韧性不足，该用青钢木。这就叫降维打击。鲁班是华夏工具制造体系之创始人，造乙早超越技术，达到道的层次。我不服！李氏，用拳头！好了，不陪你玩了。你毁了我的本命画卷！在我家祖师爷面前玩斧头，不替木匠祖师爷收了你都算轻快。大师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你画的不错，神韵画出来了，尤其是墨斗线弹的比我当年还好。多谢玉龙宗师兄馈赠，麻烦转告你们宗主。第一，造斧头找对木头；第二，这片航线我青云族征用。鲁班，你等着，到了皇都玉龙宗绝不放过你！正好，省得我一个个找。画工匠也能打架，还打得这么优雅。皇都百宗大比是不是还有更多有趣的对应玩法？不愧是皇都，经验包密集程度让人眼晕，这分明是巨大无比的高级炼器场。苏圣子，前面是天骄台，参赛宗门必须先登记。带队的生物灵力像个凡人，还杂役充数。师兄好，各位的本命画兽是什么品种？肉质灵气充裕吗？宗门带队者参赛人数，青云画宗苏沫，就我一个吧。他们几个负责喊666。一个人。帝国大弊百宗混战，你想去送死？管事放心，我命硬死不了。麻烦登记快点，我赶着吃饭。青云宗杂碎，还敢出现在这儿？玉龙宗傲天怎么这副狼狈啊？和青云宗有仇啊？你在天上用卑鄙手段毁我本命画卷，今天我玉龙宗的怒火你承受不起！哎呀，昊天圣子，青云宗不知死活的得罪您，这小子没资格参加，划掉他！这不合规矩，名单陛下亲自过目。规矩，玉龙宗的话就是规矩，敢违抗？不敢，这资格上了天骄台，生死各安天命。我看谁保得住你？正合我意。本来想等大比开始再把你们这群废物一锅端，既然这么急着送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玉龙宗的画卷真的很补。前辈，您的登记办好了。规则有变，不再1对1，百宗1000名天骄同时升台大乱斗，最后留下的10人即为前10。百宗大乱斗，这简直是养蛊！开战第一时间集火青云宗姓苏的，他再强也不可能同时对付几百人。这小子想干什么？挑衅全场吗？太慢了，我赶时间，所以别结盟了，也别互相试探了，你们一起上吧。王八！以为自己是谁？单挑1000名天骄，杀了他！现在这出头鸟再各凭本事！1000个人一起上，写意见也得被耗死！所有人奋战！这小子有胆魄，这一等这么大。既然是受潮，那就用受潮来对付。这怎么可能？苏沫以为画兽耗光就赢了？玉龙宗底蕴从来不是畜生！诸位，别藏私了，这怪物不能单独对付。画人，百宗竟有这么多人掌握。苏沫，你不是很会画人吗？面对8个，你能画几个？终于拿出真本事了。刚才受潮是开胃菜，现在总算上正餐了。这8个水平不低，但再强也强不过华夏历史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猛人。汉朝那几个将军里，有个专门设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。不画人画弓？去！就一个人，你灵力耗尽了吧？就画个老东西也敢叫板？杀了他！什么？这是什么剑术？飞将军见相，必无虚发。还剩2个。昊天，你那火焰巨剑挺唬人，可惜在我家李将军面前，你巨剑武士的速度连蚊子都不如。
为什么每次都有这种不该存在的怪物？还有谁？以一敌八确实厉害，但天底下能化人的不止你一个。我乃万古宗古千秋，这是镇宗之宝，暗架凶将。这化人明显强一个档次，暗自杀意引带狱警出行，摸到血衣境门槛了，有点意思。宋朝最能打的将军，这次画的不是弓和法宝，是一支军队的魂魄。画的耗费灵力几乎是李广3倍，因为意境太厚重，是一个时代的脊梁。区阴险手段也敢称将，狂妄！雄将死为大！不是力量不如，是意境被碾压。粗浅杀意在京中正气前如老鼠见猫。我的凶将不可能这么弱。不是你的凶将弱，是你这信条是杀戮。我家岳将军信条是精忠报国，意境差距比人和狗都大。全帝国百宗千名天骄，竟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云宗弟子不到一炷香杀得片甲不留。他刚才爆发的血阴境巅峰威压，连朕都只是血阴境初期。陛下，此次画的人蕴含恐怖独立阴境，最后一个杀气让天地色变，若继续成长，恐成大前心腹大患。众目睽睽下他赢了，现在发难必引天下非议，甚至逼反青云宗。青云宗弟子苏沫力压百宗天骄，实乃大前100年难遇绝世奇才。朕宣布，本届帝国大比第1名非苏沫莫属。按规矩，赐中品灵脉1条，天阶法宝3件，准许进入皇家画林参悟3天。灵脉法宝没用，我需要更高级的经验包突破造化。至于皇家画林，刚才吸收灵气后，华夏图谱产生微弱异动，感应到同源力量就在皇宫深处画林。难道这世界还有华夏文化线索？多谢陛下赏赐。苏爱卿不必多礼，画林乃大前禁地，保留上古残破时刻。明日一早派人带你进入。苏师兄，行了，别结巴，今晚好好休息。我总觉得皇室憋着坏水。老祖，那个苏沫画出了极其恐怖的人，带着让天地色变的煞气。这个世界不允许有完美画作，更不允许触碰被封印的禁忌领域。将他引入皇家画林，在画魂之地抹杀他。是。果然有问题，想在画林阴我。既然你们这么想看真正的画道，那明天我就给你们画个能把天捅破的出来。苏爱卿休息的可好？睡得还行。这3位是皇室供奉长老，画林空间不稳，安排他们与你一同进入，有个照应。照应？我看是监视和灭口吧。时辰已到，开启结界。苏爱卿，请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怪你锋芒太露，偏赶上那一边降临的日子。这是皇家画林？大前哪里还有画林？这是被我们打通的异界通道。我们来自9幽之外的暗影魔渊。原来是隔壁天天惦记偷东西的暗影老鼠。魔渊待不下，想入侵大前。放肆！我暗影魔渊乃无上魔域，大前皇帝为患长生秘法，300年前就将画林献给我们做传送阵眼。300年来不断用天骄精血浇灌大阵，你这镇压百宗的绝世天骄，正是迎接我族魔神降临的最完美祭品。大阵一开，暗影天骄降临吧！大前空气充满下界凡夫的酸臭味。你就是大前第1天骄？我叫叶无痕。魔渊年轻第1人，给你个机会，跪下舔干净我的靴子，我考虑收你做狗。哼，我有洁癖，不过可以考虑把你的靴子塞进你嘴里。找死！杀机沿用大招，揭示我魔渊独有的血迹画道。结印境巅峰。大前这种灵气枯竭地竟能孕育你这种极品养料，大前蝼蚁见识真正的远古魔血，9头深渊恶蛟现世。哦，融合魔龙和深渊9头蛇血脉的终极兵器，以引以为傲的修为就是笑话。结束了，一招都撑不住。9个脑袋的泥鳅确实强了一点。什么？能画出它，说明魔渊画道高个维度，但这不代表你们有资格在我面前嚣张。
画个毛头小子，灵力耗尽乱画了吧？你不是说大钱画不出神话吗？那就让小爷来告诉你们，什么叫三坛海会大神，莲花化身，专抽妖容。给小爷降世！这就是你拼命画的东西，一个小白脸。画的还行。花里胡哨破铜烂铁，结果还是个连毛都没长齐的半大孩子。黔驴技熊了，阿胶，昏了他！死吧！吵死！就这种长9个脑袋的大泥鳅，吐的火连给我烤红薯都不够。去！想跑？小爷还没打痛快。你毁了我魔元神器！金戈铁马肃杀，羽扇纶巾睿智，大江东去豪迈，这是华夏5000年文明的碎片。原来这个世界曾有人试图把华夏图谱翻过来，但他失败了。他在吸收上古化魂力量，快阻止！华夏图谱彻底补全并与这世界法则融合，我已不需要拘泥具体人物了。散。怎么可能？你们说大钱画道是残缺传承，那是因为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华夏。你对我们做了什么？封印灵力而已，勾结异端，背叛文明，不配拿笔。真正的麻烦要来了。叶无痕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大祭司救我！大钱蝼蚁封印了我的灵力，丢尽我族脸面。这种废物连做鼎炉的资格都没有。大钱竟有人能画出这等级别神魂，看来皇室那群狗瞒报了。能比本座亲自跨界，你足以自傲。让你见识什么是真正的魔神。九幽的魔神降下天罚，荡平不尽大地，见素须所之南命降临。玩脱了，魔元野心根本不是我们能掌控的。钱蝼蚁看到了吧？这才是魔神，在须佐之芒面前，你们的图腾不过是可笑玩物。哪吒快撑不住了，他虽是神话战将，但我血意境巅峰的灵力上限挡不住造化境画出的完整魔神。但华夏图谱从来不是靠一个神话人物吃饭的，这里沉睡的是让整个天庭都头疼的存在。哪吒，最后帮我成10系。疯了！这么大量本命血血，你会死！俺老孙来也！